大家好，我是你们的云飞。上一期直播里面我有说，要拿小米14和三星的 S23来对比一下它们的拍摄。正好上一期影像对比的评测，我给大家说了，小米14它和小米13 Ultra 它差的是一个什么东西？它差的不是画质，而是一个氛围感。所以这次我借着来苏州的天平山风景区来给大家拍摄一些对比的照片，然后一起来看一看它们之间一个氛围感的感觉，还有 S23和小米14它照片的一个区别，它差在哪里，它好在哪里？那我们开始。原本我的计划是给大家拍摄秋天的枫叶，但这边人实在是太多了，所以本次的拍摄将更加接近于游客拍摄的这么一个角度啊。然后为了有一个更加良好的参照，我还是把我的13 Ultra 拿来作为一个参考。我们一起来看看它们三个的表现。我们先来看它们的色调的差别，就是一个影调倾向的话，三星 S23会更加偏向于明亮一些，而小米系列的话，它是暗得下去亮得起来，它这种感觉就是说它会偏暗调一点，因为是徕卡嘛。然后我们也可以放大看一下它们的细节。我们从这张寺庙的墙壁其实就可以看出 S23和小米14、小米13 Ultra 它们之间调色的一个差别。为什么说13 Ultra 它这个氛围感会更强呢？这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例子。而后面的这一张照片，除了区别于它们的色调氛围的一个差异，还有一个特别明显的点，就是小米这些年对于照片这个锐化的一个控制。我们对比三星的，我们可以比较明显的发现，三星 S23它的这个锐化还是比较严重的啊。我们可以仔细的来看一下以下的这些画面。这张林间小路，我们可以观察它放大后的这个叶子的一个形态。你们可以谈一谈，你们是喜欢小米这种低锐化的像数码相机这种感觉的，还是三星这种锐化高一点，显得细节很多的？除了锐化之外，我们可以看一看它们之间在某一些场景下它色温色调的一个表现，也就是我所说的氛围感。小米14在这一张里面它是氛围感表现比较差的，实际的环境它是更加偏向于小米13 Ultra 或者说三星 S23它那种偏暖一点的感觉，因为当时是下午，然后正好有一份阳光在的。而小米14它会更加偏向于阴天这种感觉，就是色调它会偏冷一点。这是一个小米14我觉得它拍照方面一个比较有问题的点吧，在一些场景下它是并不能很好的还原出当时的一个情况。就拿这张照片来说，小米14它依然是偏冷色调一点，而13 Ultra 和 S23它是比较好的还原出了这种在阳光下这种暖暖的这种感觉啊。就这一点而言，小米14确实是需要再加强一下的。我们可以再来看一下它的这个细节，我们全面来对比虽然这个价格不一样，但这三张照片按道理来说，大家最喜欢的应该是小米13 Ultra 的这张照片，细节是柔和过渡的，而且这个色温准确，这个氛围感是 OK 的。而14的话，它这个明显是偏冷色了一些，而 S23则是过度锐化。然后在这个场景，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这三台手机都是扑街了我可以给你们看一下他们正常正确的一个曝光的一个情况这是我使用小米13 Ultra 就是用手动模式调出来的，它肉眼看上去应该是这种感觉。那么当我们换另一个角度之后，我又拍摄了一张照片，大家可以看一下，它原本是这个感觉的。这个细节上的东西大家可以自己看一看，可以说说你们的感受。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个特别典型的75毫米拍摄的一个例子啊。瓦上的这个青台，大家第一眼感觉你会觉得哪个好？我实际在手机上面看的话，那肯定是小米14这个表现会好一些，其次是 S23，小米13 Ultra 的反而是最差劲的，因为它这个75毫米的这个焦段，它确实做的不怎么样啊。我们也可以放大来仔细对比一下，小米4这个是最接近于真实感觉的那一张。从这张树的纹理和这个树的质感，你也可以看得出来，小米14和 S23它是里面比较好的那一档，而小米13 Ultra 它是有点发灰的那个感觉啊。这是他们逆光拍摄夕阳的一个感觉啊，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质感。这里面反而是小米14，它这个光压的是比较有氛围的啊，就很奇妙。剩下的照片大家可以自己看一下，这个感觉得出一些你自己的结论。经过我的一些拍照和对比，我发现小米13 Ultra 和三星的 S23，它对于环境的一个把控是比较到位的，能够正常还原出我们身在现场的眼睛所看到的这个景色的色温和色相，也就是正确的还原现场的一个给你的感觉。但三星它表现出来的色温和色相它是对的，但是它对于照片的把控还是那种过度锐化的感觉，大家可以看一下样片。而小米14和小米13 Ultra， 它对于照片的把控是比较偏向于数码相机的，也就是我们的微单、单反之类的，就是没有那么过度锐化，更加偏向于真实的还原镜头拍摄出来的这个画面，它就会显得比较舒服一点，你看着会比较柔和。但是小米14它有很多个场景，它其实是对于环境它是不能正常的还原的。就比如说我之前拍摄的车子的一个照片，三星的这个其实颜色是比较正的，而小米这个色相和色温明显是有点偏离的。但是我们如果再来看一下小米13 Ultra 它拍摄的样片，你会发现，小米13的这个颜色又非常的正，这就是我说的14它对于色温色调上面它感官上一些缺陷吧，一些算法上的问题。但大部分时间小米14的这个75毫米还是非常不错的啊，是可以超过小米13 Ultra 上面的这个75毫米。但撇开75毫米，我们只谈14的整体的一个影像和一个效果的话，它和小米13 Ultra 它还是差了那么一点点距离，不仅体现在画质上，也体现在对于颜色的把控上。大家觉得本次的这个对比有没有解开你的疑惑呢？小米13 Ultra 和小米4还有三星的 S23这几台手机里面，你喜欢哪一个呢？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